这大半夜的，柳太傅急找我们入宫干什么呀？是呀，来了又不让我们入殿，他自己在里面干什么呢？来人呐，正品刺杀太后，将他拿下。是。太师果然不会让我失望。眼下，太后已死，计划是否有变？一切按原计划进行。我只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之后我会将皇位禅让出去。禅让？不错。天下有实力之人皆可竞逐。那岂不会引发朝野动荡，天下大乱？这才有趣，不是吗？待太后丧礼上，你我再相会。树林此番设计，宫中可有人侧影？自会有人与你联络。柳太傅，这便是殿内供奉的地心雨蝶。请玉蝶。皇子玉蝶已成，可保百年不紊，宗庙福寿绵延。有儿其者，皇室后继有人。可笑啊！柳太傅毕生致力于匡扶圣上亲政，维护皇室正统，没想到扶的却是个假圣上。此刻真龙现世，太傅要如何选择呢？这号角怎么突然响了？这是出事了！看来是出大事了！看那个大事，这里面都是大半夜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柳太傅出来了。怎么了？不知道。太后伤势恶化，突然驾崩。这太后的伤势不是慢慢好转了吗？是啊，怎么说驾崩就驾崩了呀？圣上还在和南东交战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太后扶持社稷，劳苦功高，如今溘然长逝。圣上又远在边关，唯有依靠众臣之力，为太后治丧。时下，举国皆知的千秋仪落成在即，老夫提议，将千秋仪的大典和丧礼同办，以彰显太后的功德。
告慰其在天之灵。时间还是原定举办千秋仪大典的时间，也就是明夜子时，可有异议？那便这么定了。太傅，葬礼与千秋仪大典同办，不合规矩呀。你与太后争了半辈子，怎么临到头来，你变软了啊？王者为大，还是给太后留些体面吧。就依太傅所言。这也太突然了，这明夜就办也太仓促了些吧？蓝侍郎，真龙将在太后丧礼上登基，已成规制，他已交代，由你全权操办，务必谨慎周全。下官明白。看来，淑莲是要在丧礼之夜，借柳太傅之力登基，再宣布禅让皇位，让天下有实力之人皆来竞逐。此刻各路藩王都因参加千秋仪大典而齐聚京中，我朝军队又远在南京陷于战事，京城守备空虚。藩王们一旦因争夺皇位而打起仗来，将至天下生灵涂炭。必须阻止淑莲登基。将军，张平不是凶手，顾太医才是。安侍郎，前面在含元殿，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。方才蓝某替顾太医遮掩，都是为了从他口中套取更多的消息。区区一个太医，抓来审审便是，也值得蓝侍郎如此忌惮。将军有所不知，这顾太医便是镜湖先生。他祸乱大雍，绑架火烧太后，又假借治伤之名混入宫中，潜伏在太后身边数月之久，还蛊惑太后，疏远了曹将军你和应熙公公这样跟随太后多年的亲信，为的就是控制局面，借势扰乱千秋仪大典，制造更大的动乱。蓝某和张平此番进宫，就是想找太后阻止顾清章，怎料他突然行刺太后。这倒跟张平说的差不多。安侍郎，即便是你不来，我也正要派人去请你。方才张平说他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，但是具体是什么，要一定见了你才能说。张平，张平，现在可以说了吧？蓝大人，你觉不觉得？今日顾清章突然将太后杀死，实在反常。按照顾清章的一贯作风，是不会将目标直接杀死，而是设计折磨、戏耍。他如此大费周章，要搅乱千秋仪大典，报复太后，怎会突然将他一刀杀了？再回顾太后失踪那日，脸被烧得面目全非也就罢了，为何连嗓子也被烧坏了？这么说来，自太后被烧伤之后，除了突然被调到太后身边的刘公公和顾清章，再无人见过太后的真容。而这个刘公公，正是顾清章的暗线。所以我推测，那日顾清章在半月楼绑走太后之后，便将她调了包。回声镇的那场大火中被救回的，一定是贾太后。烧毁贾太后面容和嗓音特征，是为了方便顾清章以假换真。那今天被刺死的，应该就是贾太后。我回想起，淑莲曾说过，
届时一定会天下大乱，什么权力地位，一切都会幻灭。这场戏不好看吗？我不仅要看，我还要邀他一起看。如果这是他的计划，此刻定不会让甄太后轻易死掉。这说明，甄太后很有可能还活着。没错。禀将军，宫中四处已经搜过了，没有找到顾太医。那便给我到宫外去搜。是。只怕此时，他也藏至暗处，即将开始他篡权夺位、祸乱天下的计划。曹将军，甄太后还活着，必须尽快把她救出来，这样才有可能阻止顾清章的计划，稳住局势啊！曹将军，您追随太后多年，自然希望她尚在人间。若此事还有一线生机，还需将军早做决定，放了张平，让他去寻太后。熊副将，你派人去含元殿附近搜查太后的踪迹。应喜公公侍奉太后多年，是最熟悉太后之人。倘若他能确认太后遗体是假，且熊副将有所发现，本官就信你了。公公，太后身上可有特异之处？太后当年产后体虚，得过水泡疹，因为不想用药影响母乳，累积胎儿，便也没有传召太医。此事只有老奴知晓。完蛋！老奴送太后最后一程，让老奴送太后最后一程吧。小脸如此重大，岂能随意放任？规矩如此，由不得我。刘公公，你让老奴看到最后一眼，我就看一眼。太后，太后，太后啊！太后啊！太后！太后！这刘公公根本就不让老奴进前，还没等老奴站稳呢，就把老奴给嫁出来了。如此遮掩，必定有鬼。熊副将，可有发现？将军，我已带人将昭德殿附近仔细搜过，但并无藏人迹象。二位，怎么解释？可否去工部借千秋仪图纸一用？礼部督见千秋仪时，我曾看过图纸。难道太后被藏在千秋仪内？顾清章心思缜密，他既要藏住太后，又要让太后亲眼见证昭德殿内发生的一切，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，唯有此处。千秋仪的基座上恰好有一排气窗，与昭德殿的高度齐平，能将殿内发生的一切尽收眼底。可是这千秋仪外部已经全部封死，进不去了，所以熊副将也搜不到那里。你们看，千秋仪地基下的水利驱动室内有一条修缮用的通道，可直通内侧检修。此水利驱动室与皇宫的主渠相通，可从外部进入。曹将军，事不宜迟，要抓紧找啊！皇宫主渠历经数代，年久失修，部分路段都已经荒废瘫痪，谁能第一时间找到路？更何况，如果我们找营造处的人带路，岂不走漏了风声？我愿去找。熊将军，你随张平去，本官等你们消息。是。来人！张平，我必须主持大丧，控制节奏。我会尽量为你争取时间。
寻找太后的事儿不能相助，你千万小心。大人放心。蓝大人，如果在大典的时候，我还未给你回信，恐怕我已经凶多吉少。你放心，若真到万不得已之事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大人保重。旭东，你跟了我几年了？9年了。 9年前我刚入仕途，前途未卜。那时属下还是个亡命之徒，见惯了这世上的险恶，早已心灰意冷。直到遇见您，蒙您不弃，让我随时左右，属下一直感激不尽。 你的恩早就报完了，你不欠我什么。大人，你去库房中把银子取出来，分给飞星和六爷，还有其他仆人吧。属下不愿意离开您。去吧。 这里就是皇宫主渠的入口。何人？陈丑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这是蓝大人让我给你送来的。 拿着，东西给我送到了，你赶紧回去吧，别牵扯进来。我这人既然都来了，当然是要留下来保护你啊。蓝大人还让我告诉你，千秋仪子时揭幕，顾清章会在那之后登基，所以我们务必在子时之前找到太后。 昭告国丧。请太后承福。大拥太后。
江兄，我怎么觉得这儿阴飕飕的呢？这风吹得我直发毛。你想多了，工程暗渠历经数朝，很多地方都宁久失修，灌风进来不足为奇。江兄，永宣念1年，岁自庚子3月，疑似朔日庚申，懿德太后崩于含冤殿，玄彬于大内昭德殿内，因南境战事危急，今上远征在外，着众臣直通丧而怀旧，痛国母亦贤悲。臣兰爵奉诏，感献为曰：大元轻生，大方浑宁，日正阳德，月思阴止。江兄，我们到底该走哪条路啊？这地下都分不清迁就营是哪个方向的了。这条暗渠中淤泥甚多，像是地下施工时丢弃的废土。这条最为宽敞，也有可能通往水利驱动室。有人！哪有人啊？其他2条暗渠的蜘蛛网上都有灰尘，还有蚊虫的尸体。这个看起来是刚解的，说明不久前有人走过。亲义犯之不忘，呜呼哀哉！张平，你找到了吗？吉时已到，封官。怎么了？有股香味儿。郁金花又高了。水银都是贾太后小脸用的。快走！进这里啊！走。完了，这样彻底完了。教授，咱不会死这儿吧？教授，你干嘛呢你？把他们带走。主上，你的确很聪明，但你不该处处与我作对。如今这局面，我想念旧情都不能。
你把票藏哪儿了？你猜错了，太后并不在这儿。今天，你们只能给她陪葬了。教授，你再想想办法，我不想死在这儿。别管我们，快去通知曹庆去。你干什么？你疯了你！教授，龙霄，拜见圣上，这是臣为圣上登基送上的礼物。教授，你不要吓我，你没事吧，教授？教授，你没事吧？教授，你撑住呀！教授，你不要吓我。顾庆章，我跟你拼了！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顾荣，你看到了吗？这世道就是此般险恶。他为了苟且偷生，转头就可以背叛你。这样一些人，值得你拿命去救吗？就算重来1万次也值得。你厌恶的世道，也有我娘家的人。其实他知道今天发生了什么，他当初也会救下你。太后到底在哪儿？太后在一个更合适她的地方，正享受着这一切。顾若，等下见到阿娘，代我告诉她，我很快就给她和她的族人报仇了。你放开我！给我滚开！姓顾的，你个猪狗不如的混蛋！你有什么资格提正品的阿娘？他娘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你有本事把我杀了！你把我杀了呀！把我也杀了呀！慢，留他性命，为苦若收尸。教授，你不要杀我！教授，你醒醒！你醒醒！你不要杀我！教授，子时就快到了呀！教授，你醒醒呀！教授，你醒醒！若大典时，我还未给您传信，必是凶多吉少。恭送太后！恭送太后！移驾灵柩。且慢！还有一至关重要之人未曾拜别太后，岂能抬棺？何人？自然是太后的亲生子，流落在外的真龙血脉。
见过圣上。这是庆丰15年，先帝亲封的太子。圣上如今正在南境御驾亲征，这个太子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莫不是你要趁着地位空虚，意图谋反？老夫历经3朝，乃2代帝师，为大雍尽忠50余年，一心匡复皇室正统，怎可能意图谋反？是啊，莫不是其中另有隐情？各藩王、节度使都在京中，局势微妙，若稍有不慎，殿外这些人怎么一瞬间都死了？这太后诈尸了！太后不是在棺材里面吗？怎么去外边了？就是啊，太后身上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何物？太后身上的血书。念。30年前，皇子病重，药石无医，太后假借回生阵法，以益民间男婴替之。我摩洛族巫女偶然知悉，于心不忍，便将奄奄一息的真皇子带走治愈。是书起处。这不可能啊！是啊，这继续念。20年前，巫女欲将皇子送还，与中书侍郎兰林商议。怎料太后听闻真皇子在世，唯恐事情败露，竟决意斩草除根，下令暗杀亲子。太后竟会做出死的事，并将我摩洛族人全族尽数诛杀，兼以叛国罪灭兰林满门。我摩洛族人20年来死不瞑目，冤魂盘桓于世，无法离去。天道昭彰，太后杀子灭族，罪孽深重，唯有曝尸荒地，不得善终，无族冤魂方可安息。
太后杀死皇子，祸乱皇室血统。难道柳太傅刚才所讲都是真的？老臣不敬，敢请玉蝶一观。当年太后命玄机将我活埋时，也将这叶玉蝶一并交给了他，命他焚毁。却未料天降闪电，狂风呼奏，这玄机本就心中有鬼，见状更是不敢多留，就未等玉蝶点燃，落荒而逃。随后这玉蝶便落入我的养母之手，其上有我幼时掌纹和太后掌纹。诸位比对之后，便知真假。当年见过圣上玉蝶的，除却老夫之外，还与王太尉、窦尚书，请二位一验。请玉蝶。真的没有了，玉蝶怎么没了？果然，这都对上了。请司天监少监上前核查。少监多年来为皇室卜卦测算，钻研了无数掌纹，想必能辨出真假。姑太医玉蝶上的婴儿掌纹，的确与他本人的掌纹并无二致。先皇印信和太后掌纹都能够对上。窦尚书，结论如何？何言无误。既有玉蝶为证，主公当再无异议了吧？此事关乎皇室正统，老夫以为干系重大，还需从长计议。诸位选择投靠何方，又如何保证自己最后功成，而不是成为受倾轧的枯骨？我等理应顺应天意，不乱反正，拥护真龙归位。太傅柳宪率群臣恭迎圣上登基。恭迎圣上登基！恭迎圣上登基！恭迎圣上登基！今日乃太后大丧，新皇登基，恐不合礼制。礼部侍郎何在？历代典籍中，确有二礼并行之先例。
母亲！海之是要杀我？我还当你是我唯一挚友，连你也要我死？我别无选择。我乃真龙血脉，今日登基，已成定局，没人能够阻拦。既如此，我就要你亲眼看着我坐上龙椅。等等！根本就没有换皇子一事，顾清章也不是真龙。站住！干嘛呀你？有办法了。你的确很聪明，但你不该处处与我作对。张兄，张兄。师兄，你这是拿命在赌呀！要是扎错了半寸，你就没命了。这种法子我也是头一次听说，敢让白兜子进去，好打。是熊副将下刀准确，避开了要害位置，看起来凶险，直线和面无大碍。你说圣上不是真龙，也没有调包皇子一事，那玉蝶，你该如何解释？能证明他皇子身份的真玉蝶，在我手中，那他手中的一蝶，定是伪造的。只要开棺，我就能证明他的玉蝶是伪造的。胡闹！棺椁已封，岂能再开？事关皇室血脉真假，何妨开棺一验？太后的尸体就跪在殿外，被摩罗族的冤魂拖出来曝尸了，这都是大家亲眼所见。那些所谓的冤魂，都是顾清章手下假扮的。快走！他们利用千秋椅的地下结构，
连通了暗渠和昭德殿广场，隐秘行踪，自然来去自由。就是，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他们人力所为。他们刚才在殿外广场装神弄鬼，我们都看见了。一派胡言！人力岂能在转瞬之间，将这太后的凤体从这灵柩当中转到殿外？按你所说，现在棺内应该是空的了，那你又为何不敢验？如果我的推断正确的话，现在棺内应该还有一个太后。棺材内的太后和殿外的太后根本就是两个人。殿外跪着那个尸体是假太后，自始至终就没有进过灵柩。什么真假太后？这世上又怎会有如此相似之人呢？他在回声阵上就将太后换成了假的，方便自己进宫行事。也就是说，前日死去的也是假太后。这个假太后在被施完小脸仪式后，并没有被放入棺椁，而是被柳公公和顾清章的手下转移到了暗渠中。我们在暗渠中发现的郁金香油和水银就是证据。然后他们在刚刚装神弄鬼之际，将假太后的尸体从暗渠拖到殿外，再披上血书，制造冤魂控诉的假象。而躺在灵柩里的，才是被顾清章从半月楼绑走的真太后。他们在小脸仪式后，将真太后换回来，在诸位亲眼目睹下封入棺椁，而且太后还活着。诸位大人，给太后入殓的女官已经招了，真太后就在棺材里。来人，开棺！将军，还有气息。这个穴位扎入银针，可使人无法动弹言语，但是意识清醒。拔了针之后，很快就能恢复。太后，醒了。太后啊，太后！好大的阵仗！哀家还没有咽气，你们就急着办丧礼吗？既然太后活着，便当着众臣之面，答老臣一问：顾清章是不是真龙天子？这个乱臣贼子对哀家的所作所为，柳太傅不都看见了吗？他若是真龙，即便是真对太后大不敬，亦是大庸的国君。张平，你方才不是说，只要是开棺，便可以证明这玉蝶是假的？不错，即便顾清章能将玉蝶伪造得天衣无缝，但有一处细节一定对不上。玉蝶上的黄木掌印，应是他将太后绑走后，逼迫太后亲自按下的。他以为这样便能瞒天过海，但他不知道的是，当年太后产后虚弱，得过水疱疹。诸位请看，太后手掌的疤痕就是得过水疱疹的证据。这种病症的症状，太医们都应该知晓吧？当年发病时，太后掌心会渗出粘液，难以擦去，
曾在遗物纸张上便会干涸成血。若玉蝶上的黄木掌纹真是30年前太后所按下的，也必会留下痕迹。这个细节，因顾清章并不知情，想必没有仿冒到位。要检验玉蝶真假，只要查验太后掌印处的印泥，有无白屑便知。你这玉蝶，可经得起一验？不必验了。这玉蝶是伪造的。你敢欺骗老夫！曹将军，把他压下去吧。太后为何不告诉他们？我为何要劫持你？又为何策划今日这出戏呢？张平，你不是一直执着真相吗？为何现在又不敢说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就是去年科举时出现的那个镜湖先生，你挑唆世子，制造动荡，绑架太后，密谋篡权，种种迹象表明，你就是一个犯了痴心疯病，一心想要当圣上的癫狂妄然而已。这么说来，摩罗村和兰府的冤情也是我杜撰的了。枯若，会说谎了。你长大了。太后，今夜皇城内的夜幽潭都将会为你绽放。你还记得那场血雾之毒吗？我在设计二皮相自杀前，已经利用它完成了此药的改良。如今毒素就藏在花粉之中，开花之时，血雾便可遍布全城。你放心，吸入的人不会有半点痛苦，只会在幸福的幻想当中面带微笑，全身僵硬而死。如今皇城已变职业幽潭，今夜便是花开之时。就算你把毒素藏在花粉之中，也不可能操控花开。丞兄，那是什么？族里的哨子。死了！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外面的夜幽潭全开了，里面的红色花粉有毒，碰到就会死啊！
原真是这样！说的真的变成这样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都是回路，该怎么办呀？这怎么可能？快跑啊！再不跑就来不及了！快走，快走！不好，太后和顾清章不见了！快去找太后！等等，大家不要慌，现在是不是捂住口鼻？张兄，你不要命了？快回来！你还敢摸他？我知道了，幽檀喜在燕良室开花，顾清章提前在土壤里埋入大量硝石，再通知他藏在暗区里的手下，放水漫灌硝石，使土壤温度突然下降，满足花开的条件。皇城里现在遍植夜游台，毒物已向城中蔓延，要尽快想办法解救百姓。走，走。这前面怎么了？看着还挺漂亮的。走，瞧瞧去。哎，好像不对劲儿。哎，等一下，等。红武杀人了，快跑啊！红武杀人了，快跑啊！快！红武杀人了，快跑啊！张平，快去救人！小小，你小心伤口。云伯，你别捡了，快跑吧！张平，对，是张平回来了。梁伯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呀？张平是回来救咱们的，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，快走吧！快，别动！大家不要怕，让师傅捂住口鼻，去高处，快，赶紧上来！捂住口鼻。等等，都不要跑了，后边毒气更浓。找到太后和顾清章了吗？曹将军，先顾眼前吧，全城百姓的安危更重要。毒物已经弥漫了全城，我们先找一个地方避一避。大家不要乱，跟着我们走。学校，大家跟我们走，捂住口鼻，捂住口鼻。大家跟我们走，都跟着我们来。这边都捂好了，大家捂住口鼻。大家先到屋里避一避。先进去的人，咱快把门窗堵死。快进去！到高处去，进屋里封死门窗。这条。你是大雍太后，权倾朝野。你既能牺牲亲生骨肉来获得权力和这所有的一切，那便亲眼看着他们幻灭吧。母亲，你不是最爱权力吗？那等这些人死绝了，
你再到地下，做你至高无上的太后，可好？权力本就冷酷无情，你休想让哀家低头。都到了这个时候，你为何还不认错，还不后悔？母亲，我只想听您一句，你后悔了。你心里也曾有过我。哀家从不后悔。哀家还要感谢你。今夜之后，全城的人都死了，那便没有人知道哀家的秘密。哀家还是会名留千古。好，既然你还执迷不悟，那便跟着你的权力一块儿去死吧。小皇子大病初愈，这是大好事啊！您怎么非要把宫里的夜游坛全扔了呢？扔了。带上这朵昙花走吧。檀儿这个名字只属于你。哎，可这不是您最爱的花吗？扔了。檀儿，你的乳名叫檀儿。谢谢啊。哎，好了。这是你的，给你。来，这是你的。多谢。那好，来，给。费了这么多力气，就是为了阻止这一切，还是难逃浩劫。要不我们还是跑吧，能跑一个是一个。要不全部都得死在这儿。有了，下雨，只要下一场雨，花粉就不会在空气中传播。是个办法呀！谷雨前后，斗成云，雨必降。
看这云的模样，像是要下雨啊。我们也不知道它几时下呀。用烟雨器，只要往烟雨器中撒入大量的盐，再用火药点燃，将盐撒至高空，便能化云为雨。一般烟雨器建在高处，而京城的烟雨器就在云霄山上。礼部曾有过使用烟雨器的记载，只是多年没用，怕是已经作废了。用火炮可以代替。好，那我们分头行动。火炮和弹药城门口有，我现在派人去取。我负责输送百姓。我熟悉京城地形，可以协助蓝大人。那我去取盐。我需要几个帮手。老夫愿往。大难当头，老夫愿尽绵薄之力。本官也去。只是要搬很多盐去山上，只怕诸位……我们去。大人，徐头，你们……我们这是第一次忤逆您的意思，但我们愿与大人同生共死。对，大人在哪儿，我们就在哪儿。好，好。还请诸位大人协助下官疏散百姓，护送他们上山。那里的地势高，或许可以安全一些。走吧。分头救人。走，先进去找人。走。经理，给。但是这盐也不够啊。对，再找找。这些都不是。要不再去别家看看吧。老夫就是盐商，敢问你们要盐做什么？我们要用盐引雨，只要下了雨，京城就有救了。我家盐号的盐刚到码头，足有600斤，老夫愿意将全部库存贡献出来。我可以带你们去。多谢。来，快，张平，快，我们的人手已经够了，你还是去帮忙我们家大人吧。对。行，那你们多保重。放心。走了，庄家，走走。各位父老乡亲、街坊邻居，戴好面具，捂住口鼻，赶紧去云霄山，不要在低处，赶紧去云霄山，戴好面具，捂住口鼻。老婆，老婆，杨老婆。这京城这么大，我一个人喊，那些听不到的人怎么办呀？父老乡亲、左邻右舍们，遇到毒气不要怕，切莫留恋在低处，尽快赶往云霄山。石路、王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总不能只让你一个人当英雄吧？眼见百姓受苦受难而置身事外，我背的书岂不白读了？就是。父老乡亲们、街坊邻居们，戴好面具，捂住口鼻，去那边，捂住口鼻。好，戴好面具，戴好面具，捂住口鼻。乡亲们，走快点儿，山顶快到了。走。福州成功了，福州成功了，福州成功。虎又来了！虎又来了！
往回跑！红乌来了！弟兄们，加把劲儿！快，快，小心点儿！事不宜迟，快！慢点，来，往这来，轻一点，快！都混合均匀了啊！小心点啊！把烟和火药混合，装进炮弹。大家动作快呀，快！好，来，倒车！慢点啊，拿稳了啊！填弹，烟云。继续填弹。谢谢。继续装弹，再发！将军，烟弹用尽，接下来就只能靠天意了。大人怎么还没来？徐掌柜，我家大人呢？他一定要确保大家都上山了，他才肯走啊。估计在后面呢。那我们家张兄呢？啊，跟蓝大人在一块儿。
张兄啊，你怎么还不上来？大人回来了。 张兄，小心！大人，怎么样？大人，无事便好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张平，若今日不免一死，来世我不希望再与你有任何瓜葛。我不信什么鬼神，也不相信有来世。你还是那么扫兴。下雨了。是啊，下雨了。蓝大人，这枚兰花香囊是20年前老蓝大人送给我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阿婆，杨老伯不在了，不还有我跟张平吗？你放心，我跟张兄，我们每周都来给你烧水。老夫之过呀！王大人，老夫之过呀！你呀，捷报！捷报！圣上，凯旋！凯旋，又选了，好。
朕听说京城遭逢大难，特率一支京籍快马来援。刘太傅，你们无恙吧？圣上，臣恭迎圣上凯旋。平身。这20年来，太后把持朝政，百姓民怨沸腾，朕一直担心自己到底能不能做一个好皇帝。可如今，朕不再担忧了。朕要去开创一派新气象，还百姓一片大好河山。你就真不在意我的血脉真假？我只知道，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，天下无案可查，就是好皇帝。你可知我为何派你去宜平县做县令？为何？眼下京城余波未平，太后余党尚未肃清，你性子耿直，牵扯其中，十分凶险。还是先外放几年，历练历练。几年？朕对你期许甚高，将来你可是要做大理寺卿的。当然了，甚至是要做宰相的。可你还是想去大理寺，朕知道。臣遵旨。此去宜平县呐，走马上任。你当县令来，我关张；你做面来，我添柴。三兄，这都快当县令了，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这可是多少世子梦寐以求的机会啊！你就放心吧，等到了宜平县啊，我肯定帮你把账还得明明白白的。我是在想，我只会查案，但是当县令就……圣上都说你是宰相之才了，这区一个县令还能难得倒你？这日子绝对会越过越好。等你当了宰相之后呀，我想想心里就美。还得是咱娘的手艺。是，到你了，到你了。也不知这新任的大理寺卿是何许人呀？该吃吃，该喝喝。甭管是谁来，都是老样子啊！是。
王大人，难道这新来的大理寺卿就是您？那还能是你呀？来人！在！把案牍库积压的卷宗都给老子搬出来！是。大人，如今老大人沉冤得雪，您终于可以卸下担子了，也能把小公子接回府里，父子团聚了。这些年为父洗冤，身陷危局，我怕杨继兰回，将他寄养在乡下，也让他吃了不少苦头。小公子说了，他已经长大了，今后要跟您一起涤荡天下。可惜从柔走得太早，没能见到这一天。夫人在天有灵，一定会保佑您和小公子的。张兄，我这闹不明白了，你都当县令了，怎么还摆摊卖面呢？哎，好。老板，面好了没？来喽，您的面，来，请慢用啊。好。蓝大人，您怎么来这儿了？蓝大人，走走走，哎，系统兄弟。啊。张平，张大人，徐董，你们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家大人如今调任巡抚使，代天子巡狩各郡，所至之处宣达朝旨，导扬庸恶，问民疾苦，梳理之意。第一次来宜平县吧？啊，我带你逛逛。走走，大人。你看，好热闹。不路经宜平县，想到你在此，便过来探望一眼。这儿有5文钱，能买你碗面吗？